那时候其实有心想说，就是会不会我之后没有办法走？我有想过，我的病名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，主要的话会影响到患者的四肢啊，还有呼吸、进食、心肺方面的问题。那最明显就是手脚会比较没有力气，但是它就是全身都会比一般人来说还要没有力气，而且会一直恶化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渐进式。我跟佩里的疾病其实有些地方蛮相似的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也蛮可以去体会对方的一些感受，所以就是想要找佩里聊聊一下。我大概在前年12月底，今年2023嘛，所以差不多2021年11、12月左右吧，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身体有比较快的恶化。我觉得我后来有想一下，为什么我在那一段时间会恶化比较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在2021年那时候的工作量很多，我就常常会不在我自己的居住地，我就是可能会跑外县市，然后跑外县市的话，就是会住在外面嘛，住在饭店。然后我平常就是如果在学校里面宿舍里面的话，就是有比较好的无障碍环境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也会有长照的阿姨会过来帮忙，就是处理我的家务，还有协助我去洗澡的这个过程。还有一点是，因为我在2021年那个时候其实是还可以走路的，但就是需要依靠那个助行器，那种四脚架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就会用那个走路，也会稍微站起来一下，就是当做是一种复健啊，就是站个几分钟，然后会走路。可是我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，就是需要那个别人来协助我。然后长照阿姨她就是会每天做这个动作，然后让我起来稍微站一下、走一下。可是因为出去外面工作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身体只要可能 maybe 吧，我觉得看人一阵子没有动的话，就是会有恶化的可能性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天气的部分，就是12月嘛，冬天。虽然我自己是住在台南啦，可是冬天其实也蛮冷的。就虽然相对来说可能比北部还要热一点，其实我自己只要稍微吹到冷风，或者是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，手脚就是会变得很僵硬，然后没有办法施力。你会这样子吗？还是只有我？会啊，很明显就是只要一到冬天，你的手只要露在外面，就几乎是没有办法动的状态。对啊，整个动作就会变得很缓慢。对，然后脚的部分也是嘛，就是会影响到。对啊。或者我有时候啦，真的非常冷，室内会很冷的时候，我就在室内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，就真的没有办法。你再怎么出力，就是真的都不行，因为你就是手脚冰冷啊，没有办法施力。我后来就是我当然还是每天会试看啊，真的冬天还是有点困难，所以也常常没有起来动。但那个是有努力，但最后没有办法。反正就是大概是这2个原因加起来，真的太长没有起来动了，就恶化的比较厉害。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心想说，就是会不会我之后没有办法走？我有想过，但是就是不知道那天来的这么快，因为恶化真的很没有办法去预测啦。说来就来了。对啊，说来就来啊，没有办法预测。然后尤其是冬天穿一大堆衣服，然后你本来就很难动，穿一大堆衣服之后你就更难动。对，你讲到一个重点，这也是我很不喜欢，就是在冬天穿着很
厚重的外套或者是衣服的原因，也不喜欢穿太多件，即便很冷，我还是不想穿那么多，因为就真的很行动上面会很受限。就是我就发现好像天气越来越热，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。然后就是试了很多次啊，每天都这样子一直试，可能就大概会变成说，以前是几乎每天都可以站嘛，然后后来我可能10天里面有1次可以站得起来，就算还不错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有请那个阿姨，就是帮我录一段我走路的影片，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那一天快来了，然后我就问阿姨说可不可以帮我录一段我走路的影片，我要拿回去给医生看。但其实是我自己想要留那个影片的档案，就是看看最后自己还可以走路的英姿。对，就是就是有那个就是心理准备啦。虽然说就是不知道那天来那么快，但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可能是每个病友就是会经历的历程吧。就是我这个疾病的跟我状况差不多的人，其实有一天也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。讲到这边，那就是我在那段时间恶化，你觉得，就因为你也常常跟我出去，你觉得我在那个期间，那你有观察到什么地方吗？就是恶化比较明显，你自己觉得？因为就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当事人会比较没有感觉啊，所以我想问啊，对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我可能没有发现的地方？有啊，就是当你一开始跟我说你开始好像有一点点微恙，有一点点退化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出去的时候都会注意一下你的手啊，尤其因为你脚都不会动嘛，就放在那边，但是手动的比较多。那一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的手指头非常的灵活，动来动去的，拆包装啊什么啊都没有什么问题，还可以拿剪刀。后来你开始说你退化之后，我就有注意到你的手会比以前还要抖，然后在处理的状况下会比以前比较来的不顺。尤其是到现在都是，尤其是最近蛮明显的，就是你开始拿东西的时候也会必须要出很多力，或者是要勾很久才拿得起来。对啊，就真的还蛮麻烦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手其实就本来就会抖啊，没有力气，然后可能有时候出力就花更多力气嘛，那个无力感就会很明显，就是手抖动也会就是看起来超级明显这样子。可能我在猜啊，大部分病友应该也是差不多，就是当他的脚开始恶化到一个程度以后，就是在其他的肢体上面会更明显。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手部啊、手指头啊等等，就是感觉会开始恶化到上半身这样。虽然说平常就是全身性的都比较没有力气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当脚不能，就是有点恶化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的手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会有更明显的那种无力感。我自己觉得好像恶化过后，就是手当然是比较明显嘛，比如说以前可能拿什么东西觉得没有那么重，可是现在拿就会觉得天哪好吃力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拿这个东西，就会放弃这样子。然后除了手部之外，我会觉得腰啊或者是背就会变得比较没有力气，有时候坐久了就更容易累耶。因为大家好像会对你也是齁，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你不去坐轮椅就坐在那边会花什么力气嘛？不，其实我们坐着也会累耶，坐着很累。我现在坐着有时候都把腰酸的，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躺下来，腰怎么那么酸？对啊，就真的其实坐着也是要花力气啊。对啊，
就常常腰酸背痛啊，然后没有力气，也很容易驼背，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轻微的脊椎侧弯。你是轻微吗？但你之前好像你是轻对微，我是对，你之前不是。我是中度一点。总之就是，其实恶化的程度是蛮有感的。自己不能走路这件事情，一开始还蛮没有办法去接受的。毕竟它真的算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影响啊，然后也会连带的，就是造成你生活上面很多的不便嘛。所以一开始就很难去调试。虽然现在就是已经过了1年多了嘛，可是我看到那些可以走路的人或者是病友，其实还是会羡慕啊，就是觉得啊，可以走路，好好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过现在因为时间也过得比较久了嘛，慢慢的会去消化。当然羡慕是一定会羡慕啊，只是比较不会那么的难过。那我相信就是每一个病友在这路上都过得很不容易，然后也要慢慢的去适应自己每一次恶化后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我觉得每个病友真的都是非常的了不起。那不知道就是在未来也会变得怎么样啊，就是病情没有办法去预测。但是我希望就是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，我尽量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到最好。那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对，要把握当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